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今天加密货币全线都在暴跌，是不是？你们也都看到了，心里面也都很难受。包括以太坊、狗狗币等等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几乎全部都在暴跌。那么我今天出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了，你们要仔细听完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听完了这个节目以后，你们心中就会对自己的加密货币究竟是留还是割，就会有一个定数了。那么顺便今天的节目也要印证面具人我的一个预言，所以呢这个节目很重要，听完了以后你们心里面就能安心了。哦对，面具人昨天还推荐了一个币，那这个币呢在今天呢还是比较坚挺的，大家都在跌，就它呢没跌，还有点稍微的上涨。这个币呢我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直接揭晓给大家。好了，咱们继续讲正题啊，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你们看这比特币现在都已经下探到了32000了，甚至下探到了31000，有可能会跌破3万大关。很多人说今天的比特币就是终局之战呀，今天比特币就会破3万美元的大关。比特币破3万，面具人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会。就像我昨天节目中讲的那样，比特币每次到了34000、35000、36000、7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抛售。目前呢，比特币持有量最高的交易所就是中资的币安，它占据了比特币交易所的半壁江山57%。目前呢，比特币的挖矿产出也有75%以上都是在中国。所有的比特币的总量，中国也是占据了70%以上。这个就和面具人一直以来的判断都是一样的。比特币如果短期内无法突破新高，那共产党就会在一个合适的价位去抛售比特币，但是呢，比特币的数量始终是有限的。那这个答案就很明显了，能卖贵的东西就绝对不卖便宜，这是经商的最基本的逻辑，对不对？所以呢，共产党的那些个红色贵族，他们在抛售比特币的时候也是会非常悠着点来的。为啥呢？主要是有2个方面的原因限制，一个呢就是加密货币的数量它是有限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老共目前他收上来的子弹加密货币也是有限的。你说这加密货币它始终是有限的，如果你一股脑的无脑的去卖掉是不划算的。所以每次这个红色贵族他抛售引起的砸盘都是低到一定程度就戛然而止，应该叫做戛然而止为啥呢？看2个方面，刚才也说了，比特币它作为币王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呢，比特币是加密货币的标杆，比特币的涨跌就容易带起节奏，影响其他的小币种的涨跌。但是呢，比特币的总量它始终是有限的，并且呢，目前来看呢，比特币也正在接近挖矿的极限。2呢，就是散户们没有控盘能力，懂了没？好，咱们先来仔细的说一下第一点当前比特币的流通量为1872.97万枚，这与2100万枚的上限总量相比呢，比特币的挖矿进度条就已经更新到了89%，接近90%了目前来看呢，未被挖出的比特币仅剩227.03万枚，而且呢，按照目前的算力来看，仅仅需要不到4年以后，比特币的产出量就会再次减半，日产量会直接降到450枚。大家都知道嘛，物以稀为贵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你说这比特币越来越少了以后，越来越接近封顶了以后，
那比特币究竟会涨还是会跌？我相信你们心里面应该有个定数了，这是第一点。好了，咱们再来说第二点啊，那就是散户为何无法控盘。来，我告诉你们一个数据啊，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表示，去年第一季度该交易所交易量为300亿美元左右，其中呢120亿美元是散户的交易额，包括今年的第一季度整体的交易量约为3350亿美元，其中散户的交易额也只有1200亿美元。听懂了没？听到了没有？散户的占比只有总额的1/3左右，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嘛。这散户们他就是机构的韭菜，这些机构他就是靠收割散户挣钱呢，是不是？如果说市场崩坏了，整个币圈持续下跌，散户们都被吓跑完了，都割肉割没了，那这些机构就要惨掉了。你们要知道，机构有时候拿到的钱，私募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他们的钱也都是要付利息的，他们的这些钱如果不用来割散户的韭菜，仅仅是放在那里，他们都是要亏钱的。可以说，如果散户没有了，机构就要失业了，甚至破产的。你们要想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继续砸盘下去，韭菜们继续萎缩下去，这些机构全部都得完蛋。散户们之间的信息很难互通，所以呢，散户们很难形成控盘力量的。可是机构们不一样，机构它都是公司化运营，甚至是军事化管理。机构他们都是统一管理，他们的资金量也都是很充足的，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你们只要记住了，机构占据的资金量就高达总量的70%，而韭菜们只有30%多，这就是答案。韭菜持续萎缩下去的话，机构们全都得死，对不对？在这里呀，顺便要印证面具人之前的一个预言啊。你看，面具人虽说不是党内人士，但是呢，面具人对党内的消息可都是提前告知你们的。你看，我前几天一直在说，以后在中国呀，这个加密货币就要专业化、机构化了，投资人必须要考专业资格证等相应职称，才能够进行加密货币的投资理财。所以呢，加密货币的投资人会在中国成为职业化的专业职业。那我当时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们不信，非得要等到党放出来消息，你们才信吗？来，现在这个消息已经实锤了，已经立法了。你看，共产党他就已经放出消息来了，而且呢，是在面具人我提前预警、预言、吹哨了以后才放出来的。你们看图，6月8日，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日前呢，已由人社部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正式颁发施行。此次的标准经由人社部、工信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是后续的教材出版、题库开发、职业教育培训、技能等评价职称的基础依据。听懂了没？教材出版、题库开发都要列入之内。该标准的实施将为区块链领域的技能专业人才的职业发展建立上升通道。标准中对区块链应用的操作员的职业编码为4-04-05-06。看，职业编码都出来了，厉害吧？而且呀，这个职业的定义啊，非常的广泛，具体有指运用区块链技术及工具，从事政务、金融、医疗、教育、养老等场景系统应用操作的人员。该职业呢，也是此前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之一。听懂了没啊？以后呢，投资区块链、投资加密货币的人，在中国是一种专业职业，是必须要考核职称的。
有些事情呢，尤其是共产党的事情，是你们很难懂的。但是呢，面具人对政治的判断，你们懂的。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我是不是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给大家预言过今天的这个历法了？嘿嘿嘿嘿，各位观众朋友们，你说面具人的消息准不准啊？很多人叫我面先知，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先知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有时候呢，我能说的这么准，也是因为我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消息渠道的。那想要消息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考虑进我的会员群啊。总结来说呢，你们说这个立法算不算利好呢？国家都要把投资区块链的、投资加密货币的人正规化、职业化了，包括什么考试呀、培训呀、办证呀，这都是共产党的老传统了。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前2年那个什么网约车呀、快递呀、外卖呀，这些行业呢，本来都是在民间私人在这儿承包的搞着，对不对？可是呢，国家看上了这片市场了以后，包括什么滴滴打车呀、送打车券呀、美团外卖呀、送外卖券呀、订单呀、打折券呀，共产党搞起来那是红红火火的，是不是？很多人呢也都占到便宜了，包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以后国营化了，共产党要搞，他肯定是要把这个东西扩大化、热闹化的，听懂了没？还是那句话，等这个中国以后呀，数字人民币出来了以后，你呀就算投资了加密货币，也都是双轨制，你手中买到的加密货币跟人家真正的加密货币还是两回事儿，并非能够直接和外界对接的加密货币了啊。不过无所谓，你说很多韭菜他锁在墙里面，他也没有更好的投资的道路了，对不对？这房地产现在也不景气，实体生意也不好做，那干啥嘛？投资加密货币嘛？那你能想到，共产党也能想到，来，共产党设局，你来投，来，你投资进去的人民币，我给你加密货币，我给你数字人民币，我给你数字硬钱包，就对应的是这个加密货币的冷钱包啊，硬件钱包嘛，一个道理。这个加密货币在以后呀，就是国营化了，专业化了。你普通人想投资，你就跟类似那种证券开户一样，你必须得找专业的证券机构，你才能开户。好了，这个是未来趋势啊。最后呢，再给大家揭晓一个谜底啊，就是我前几天推的一个极度冷门的币，叫做 OSD Coin， 也叫做炸弹币啊。我前几天推过了，带了我的群友也都涨了一波，赚到了一波钱。我当时呢一激动，我还发过社区帖子，只不过呢我一发就觉得不好，这个帖子不能公开，先让群友们享受，先让群友们赚到钱了以后再公开，让散户们进来。你们仔细看啊，这个比特币的大盘一直在跌，但是呢这个炸弹币却没怎么跌，甚至呢还略微的上涨。这个币呀真的很搞笑呀。为什么搞笑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个币的24小时的交易量非常的低，而且呀它的 K 线都几乎不怎么走，就在那停摆着，你知道吗？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这个币也没什么人买，也没什么人卖啊，肯定有买的人，但是呢很多人买进去就是放到那儿娱乐啊，他也无所谓，就放到那儿横着就横着。而且你们更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那就是这个币啊，它没量，它也不动，那就代表着咱们只要稍微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像面具人这种民主大 V、币圈大 V 啊，我好歹也有几万的观看量，我也有10几万的粉丝啊。你面具哥的播放量啊，并不是那些什么这个大人呀那个轮的啊，跟某些机构或者是跟共产党合作拿黄粮的念稿领任务，那个播放量呀、留言呀、点赞呀都是刷的
底下清一色的机器人留言，哎呀，你讲的太对了，拉托嘛，你讲的太好了，你面具哥的流量啊，有2万人看，就真的是有2万人的真人影响力，有3万人看，有几百个留言都是真的。面具人我没有和任何机构合作，我也从来不是大外宣，我没有拿共产党的皇粮，我的播放量都是真真实实的真人，所以呢，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面具人的影响力真真正正的至少能影响3、5万人吧，甚至是10几万人吧。我的播放总量3000多万，是不是？没有刷的。那面具人，我稍微推一下。这个没有量的币，没有交易量的币，不说多，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进来买，它就能涨吗？对不对？或者说，随便一个小的机构进来拉升一下，你说它涨不涨？所以呀，面具人，我早早的就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告知我的会员啊，我今天要做节目拉升 OST， 你们自己考虑好。想要铺底儿的就铺，我多少还是有点影响力的嘛。虽然跟那个马斯克没办法比，但是呢，好歹我也算是个 Mask Man 面具的那个 Mask 啊。这个币呢，它目前就是这样，没量不动弹，因为没交易量，所以不动弹。所以呢，各位，你们想要买的，目前呢，你们自己都可以斟酌一下。反正我们的会员群里面的会员都已经在前几天撸了一波了，今天呢还继续准备要撸。面具人的影响力还是有一点的，诚如我所说的，我的播放量都是真实的，不刷的，所以呢，你面具哥还是很强的。我喊单，哎，你们懂的。刚才呢，我已经让我的战友 ABC 先生试着喊了一下。他的影响力要比我小很多，但是呢，即便如此，他喊单了以后，还是把这个 OST 拉升了一些，从52涨到了58。那现在啊，面具人我再喊单，你们心里面应该能掂量一下了吧？哎，更何况呢，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哪些大 V 在喊单。总之呢，这个币呢，就是手快者赚，手慢者亏。听懂了没？手快者赚，手慢者亏。入得早了，肯定就是割后面的韭菜嘛；入得慢了，那就完蛋嘛，被别人割嘛。币圈就是这么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投资你自己决定。那好，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的话，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并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会员折扣。剩下的话呢，我们会员群里面再聊吧。哦，对了，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 OST 呢，我前几天已经把它从 0.48 拉到了 0.65 了。好了，拜拜，群里面见。